风水师。这风水师啊，这是自古以来就有流传的职业。中国人讲究有一命二运三风水的说法。这风水之说呀，从帝王将相到平民老百姓都十分的信奉。我爷爷这就是一个风水师。2003年我15岁，我就用攒下的私房钱买了2瓶老白干，带上2斤虾爬子，这就去了爷爷家里听他讲故事。我们爷俩半斤酒下肚，爷爷就打开了话匣子。爷爷说他是在死人坑里被刨出来的。提起这事儿时，他擦了擦浑浊的眼。我就觉得吧，我这好像是让他想起伤心的事儿了，就赶忙道歉，劝他呀，那要不就不说了。可是爷爷摆了摆手，没事儿，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你有些事儿啊，总比带进棺材里强。我就告诉他，你别瞎说呀，还夸他那身体在小区里也算得上硬了，以后没准这还能来一个西洋之恋呢。这一番话就换来爷爷笑骂着赏了我一记烟袋锅。我这捂着脑袋嘿嘿的傻笑。你呀，你就当个故事听听就行了。爷爷叹了口气后又干了杯酒。我也听到一个改变我一生的故事。1943年盛夏之际，鲁西一带3个月没落下一滴雨，河床干涸，土地龟裂，老百姓们朝不保夕。而那当时的关东军还没全部撤离。爷爷说当地的一名风水师就说在这渭河的下游发现了金沙。日本兵处在掠夺资源的最后阶段，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啊？随即就让二狗子以1天9个窝窝头的工钱去这村里找劳力。这对于当时久旱的鲁西百姓来说，这窝窝头也是一家老小的命啊。一上午的功夫，村里能动的男的就都来到河床边。二狗子梳着汉奸头，大手一挥，让这村民们就开始挖。什么时候挖到沙砾了才能停止。这近100人没日没夜的干活。可是长期挨饿的村民体质是普遍的差，经常就有昏倒的。那些二狗子抬着人就往外扔啊，非但不给粮食，还是一顿的谩骂毒打。我太爷虽说是村长，可是在一众盛气凌人的二狗子面前也是一点辙都没有。第3天正午当头的时候，那怪事儿就发生了。有人喊，就说挖到雕龙的石板，挖到棺材了。这村民和日本兵顿时都围了过去，就看到近前儿那石板大龙雕刻栩栩如生，2只拳头大小的龙眼是用翡翠镶嵌而成。乍一看啊，那绿光悠悠的龙眼就好像要吃人一样。这日本军顿时就连说3、4个要挟，让这村民把棺材给挖出来。山东文化底蕴深厚，那殡葬文化也很是发达。当时的老百姓很多都吃不上饭，就被迫走上盗墓贼的行当。所以啊，这碰上棺材，大家也是见怪不怪了。可就在众人要动土的时候，那干活的一名老头跑过来，他就趴在这棺材板上就喊啊：“哎呦，使不得呀！这棺材不能挖呀！”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啊！皇军川崎大佐在这儿呢，有什么不能挖的？这宪兵队长就问道。这老头又是磕头又是作揖的哀求。他说这棺材可是大有来头，这是战国时期用来镇压河道气运的石棺。这棺里边困着的是渭河龙王。又说那谁要是动了，可是要倒大霉的。
那二狗子们为了表现对皇军的忠诚，宪兵队的队长这上来就给老头一记枪托，左右护法又把这老头一绑。他还美其名曰的说，这龙王爷也得听这天皇的。迫于生存的压力，其他人也不敢多言，继续干活。可是刚动了一锄头，怪事儿发生了。先是这棺材周围发生强烈的地震，随后3个月未曾下雨的鲁西地区竟然就下起了雨水。这老百姓都乐疯了，认为这是天降吉兆。当天下午，这棺材的表面完全揭露。呵，这好大个家伙！这尊石棺有7、8米宽，20多米长，只有表面露出来。天黑了，太爷领着窝窝头刚回到家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竟然就拿着一个窝窝头出了门，送给了今天挨打的老头。那老头姓张，是村里的算命先生。太爷爷用一块窝窝头和1碗凉水，就把这已经奄奄一息的张老头在鬼门关上救了回来。第二天一早，张老头就堵着门口告诉我太爷，说这村子里要遭难了，劝他赶紧走。可是我太爷却不以为然啊，说这被小日本鬼子祸害这么多年了，还能有多大乱子呀？这故土难离的思想让太爷就选择了逆来顺受。张老头见我爷爷固执，这没办法，就在地面上分别捡起6块小拇指大小的石子儿，分别给了爷爷他们哥6个，还嘱咐说呀，说这石子儿可绝对不能离身啊。一切工作都在正常的进行，几十个人围着这棺材挖出一个深2米、长40米的大坑。那棺材还是看不见底儿，谁也吃不准这棺材到底有多深。这就一直干到正午，忽然就有人大喊说这棺材往外边渗血。那吓得嗷嗷直叫，跪在地上就开始磕头。怪异的事儿还远没有结束，紧接着就是10几个人的哀嚎。宪兵队的人就跑上去质问，10几个人竟然同时失明了。片刻的功夫，又有5个人就跟疯了似的撞死在棺材前边。而剩下的人呢，要么是浑身生疮躺地哀嚎，要么是痴傻呆蔫儿，就跟丢了魂似的喃喃自语。整个施工现场全乱了套了，周围人急得直跺脚，但是就是没人敢上来。忽然那天空就响起了一声炸雷，距离石棺5米范围的地面轰然塌陷。那近前40多人就跟下饺子似的掉进这沟中，被泥土掩埋。大石棺此刻是完全的露出来了，让人吃惊的是，这口棺材的侧面竟然就是用透明的水晶制成的。仔细看过去啊，这棺材中没有尸体，只有一条黑色的鲤鱼在这水里游来游去，并且在棺材内部放置着很多金灿灿的财宝，惹人眼馋。这鱼是不可能在密闭的棺材里长时间生存的呀，这是常识。那些日本兵啊，也被眼前的怪异所震撼。有人回村子叫人，转瞬间那些死掉的人的家属就开始哭着捞尸体。但那怪事儿又发生了，四周的方沟就好像能吃人一样，只见人下去，从没再见人出来。没多久，众人就发现了不对劲儿啊，也没人再敢上前了。村里算命的张老头一瘸一拐的来到岸边，指着棺材直拍大腿：“这是个祸害呀！大家伙儿听我的劝，赶紧埋上吧。”这日本人此时觉得这老张头懂点什么，就让二狗子把他给绑了，就询问他怎么才能把这棺材打开。可那老张头呢，就是一句埋棺。
日本人一气之下免不了是一顿的拳脚。眼看折腾剩了半条命的时候，这家伙竟然一狠心就咬断了自己的舌头，气得这小日本哇啦哇啦的大叫着要处死他。这时太爷出了面，以全村人的名义把他给保下来。当时他们日本人还需要我太爷帮忙发动群众替他们干活，所以也就没再继续为难。这棺材里的财宝可是太过于诱人了，小日本就让人搭建了木桥，想凑过去起棺。可是这一上这木桥，就会有人跌落而亡。连续死了5、6个村民之后，这就没人敢再上去了。日本人不答应，就拿着枪逼着人上。又连续死了20多人，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呢。他们拿大炮轰，用炸药炸，都是没起色。棺中的黑色鲤鱼始终是不紧不慢地游着。就在一筹莫展之际，请来的风水师出了个馊主意，说他能把这棺材起出来，但是必须得支付他黄金100两，而且还要移居日本。当即川崎大佐就同意了。这个风水师说，这口石棺的坑，那是需要用人命来填，每丢进10条人命，棺材当中的液体就会下降1寸，直到液体流得干净，那棺材自然就能打开。这小日本乐开了花了，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就像是魔咒一般，让他们做下了泯灭人性的事儿。那天晚上，12个日本兵带着2狗子，把这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绑起来，站在坑边。400多人不论男女老幼，挨个就推了进去。这棺材里的透明液体，果然这是按照风水师的说法，开始缓慢的消失。石棺上的龙头棺材板也在一点点的挪动。就当开棺的一瞬间，金银财宝突然就变成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一阵腥臭的气味传出。随后这棺材里就有黑色的液体向外全涌，电闪雷鸣间，暴雨犹如银河倾倒般的灌入大地，原本干涸的河床就开始有了河水。随着水位的升高，那条通体漆黑的鲤鱼自棺中跃起，落入河水之中。金光闪现，河面上缓缓浮现出一座庞然大物的虚影。轰鸣的雷声就好像龙吟一般狂吼不止。那虚影在原地盘旋几圈之后逆流而上，转瞬间就消失在翻腾的河水中。老张头那晚拼了命的在江水之中的泥坑里把我爷爷在死人堆里刨了出来。随后1个月后的某一天，渭河、漳河、阜阳河等河流的水位暴涨，这4条河流同时决口，洪水肆虐，祸乱疫情就随之席卷而来，腐尸遍地，白骨挡路，鲁西大地是一片哀鸿。爷爷说他昏迷了1个月，醒来时是在山上。那段时间他和老张头啃树皮，吃树根、蚯蚓和虫子，直到洪水退去之后，2人才下山。说到这儿爷爷哭了。他说放眼望去，那除了死人就是死人，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连只乌鸦都看不着。我也查过那时的资料，整个鲁西一带死了43万人。我就劝爷爷别哭了，他说没事儿，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又问他那日本兵和风水师后来怎么着了，他就告诉我呀，那风水师也不知道在哪儿得知财宝的消息，起了贪念，然后就想利用小日本触动禁忌，谁成想呢，自己这命也搭上了。其实我这心里有点半信半疑，毕竟自己是长在红旗下的人。爷爷就好像看穿我的想法了，他笑着说让我好好学习，这些事儿就当故事听。
虾爬子吃完以后，我就缠着问爷爷，那老张头到底是干嘛的呀？爷爷这时就会变得一脸严肃，而且神态是特别庄重地说，他呀，他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我看风水的本事也都是从他手中学到的，我只学了个皮毛而已。我这当时大惊失色呀，我爷爷这么厉害，都只是皮毛，那老张头得多厉害啊！只是我当时询问老张头的结局时，爷爷沉默了一下，根本就没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好奇地问啊，哎，爷爷，那为何龙王祸害这么多人，怎么没人管管啊？你就像那电视上演的神话片似的，没人来降妖除魔呀？什么降妖除魔呀？我爷爷抄起烟袋锅又打了我一下。你这都多大了，还看这些用不着的东西？看看新闻联播吧，社会经济在发展，国家需要像样的人才，考不上大学以后你就准备放羊去吧。为此啊，我只是呵呵的傻笑。说实话，对于爷爷我是充满着好奇，来的次数多了，他也乐得开心，每次啊都给我做好吃的。可是一旦我问起闯关东这一路发生了什么，他就总会以说了你也不信这种话来敷衍我。这自从知道爷爷是风水师后，我就特别想跟他学风水，可是每次爷爷都是对我破口大骂，你他妈好好上学去不好吗？学什么风水啊？不是，那风水师可是很赚钱的。谁知道爷爷更恼火了，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他妈哪有风水师是赚钱的？那能赚钱的都他妈是骗子。我就不太理解这句话，爷爷也不解释。2005年7月，一个噩耗彻底让我的家庭陷入困境。父亲所在的工地突然坍塌，我的父母都死在这场灾祸当中。等我得到消息，疯跑去医院，爷爷已经到了，眼看着大夫推出父母的尸体，我彻底崩溃的跪在地上嚎啕大哭。爷爷也是一直抽着烟抹着眼泪，我说什么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可是人死不能复生，一切还得照常进行。出殡那天，爷爷一滴眼泪都没掉，亲自主持葬礼。殡仪馆守灵当晚，爷爷用柳条编了2个小人儿，又拿着香灰把这小人擦了个遍，嘴里捣鼓一些我听不懂的话，随后还用红布把这小人包住。在后半夜的时候，我就仿佛能听到阵阵的哭声，虽然很诡异，但是我却没有丝毫的畏惧感。那死者是我的至亲，我甚至希望能跟他们灵魂相见，可是注定这一切都将是天人永隔。第二天，父母被火化了。按照习俗，骨灰需要在家中过了头七，可是爷爷却在当天带着我坐车去了棋盘山。好不容易到了山顶，他竟然就把那骨灰盒要了过去，迎着风，父母的骨灰全部洒在空中。我那当时就急了呀，这可是我爹妈的骨灰呀，也是我唯一缅怀先人的精神寄托。可这就让我爷爷这么一洒就全都没有了。我就哭着质问爷爷，这到底是为什么呀？那是我的父母没错，难道那就不是他的孩子吗？可是爷爷又是习惯性的叼着烟袋嘬了几口，那浑浊的眼好似在回忆什么。半晌后他开口说，哎呀，你个小孩子家儿，你懂个什么呀？骨灰这东西啊，洒
了，对他们好。我擦了擦眼泪，还想分辨呢。爷爷砸了我一烟袋锅，让我别磨叽，跟着他走。我就觉得爷爷有点奇怪呀。从这昨晚上柳条编织的小人，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只是一直没倒出功夫去问。下了棋盘山，又坐着公交车去了81中的方向。到了一座小区的公园，巡了小半晌，忽然爷爷大手一挥，指着脚下的黄土包跟我说：哇，3尺3寸。我说我他妈又没带尺，我怎么知道多大是3尺3寸呢？可是爷爷好像也不怎么解释，就是让我挖。我这会儿没工具啊，就跑去五金店里买了个小铲子。1个多小时之后，我被惊住了。这处地坑的下方竟然起了一层的白霜，泥土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彩虹般的光芒。我吞咽几口唾沫，这不知该如何是好。爷爷突然让我停下，他磕了磕烟袋锅，大步走到我旁边，接着他从兜里就拿出那碗他编织的小人儿，轻轻地放置在土坑里。这尤其是爷爷都不知道从哪儿弄出根针来，竟然给这小人儿点了口鼻眼耳。2枚小人立刻就变得栩栩如生，仿佛有了灵气儿一般。就当土完全掩埋之后，爷爷突然放声大哭，那凄惨的哭声把我也给感染了。随即我们爷俩抱头痛哭，足足10几分钟。爷爷揉了揉眼睛，这就跟我说：孙子儿啊，给你爹妈磕9个头，咱们就走吧。爷爷红肿的双眼也不像是在开玩笑啊。没办法，我就只能照着做。等到一切结束之后，回到家里，我就把这一肚子疑问都倒了出来。爷爷愣了一下，凝视着我的双眼，严肃地叮嘱我。他说不论他跟我说了什么都不能外传，否则必有大祸。我连忙一口答应下来。这我哪还顾得了那么多呀？这些疑问就像是蚂蚁在心口爬似的，让我浑身难受。听完爷爷的话，我这才知道，原来横死的人是不入轮回的，需要在人间受难，将余下的时间度过之后，这才能走进黄泉路。但是阴阳有别，魂魄留在阳间是要忍受阳火之苦，所以啊，他扎了2个小人代替我父母受苦。烧掉的骨灰那只是我父母的躯壳，所以丢了也不算什么。何况那棋盘山袖里藏着龙气儿呢，这骨灰抛在这儿啊，也能保证我的子孙后代气运旺盛。而那个坑呢，按照爷爷的说法，这是一处风水宝穴，堪称全沈阳仅次于地灵的位置。但是由于北陵和东陵的穴眼已经被帝王占据了，老百姓再想往里入也是不可能了。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民间就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千山、龙岗山、吉林哈达岭皆发源自长白山，这3个龙脉的结穴终点就是沈阳。努尔哈赤深信传统风水，按照风水先生的指点，他在当时的东京城西南角修建娘娘庙，东门里修建弥陀寺，凤岭山下修建千佛寺。这是想用3座庙把神龙给压住，以保龙脉王气。但是这3座庙宇就只压住龙头、龙爪和龙尾，这城里的龙脊梁并没压住呀。于是这龙一拱腰就要飞腾而去，一直向北飞到灰河北岸。努尔哈赤以为这龙是奉天意旨，命他在龙潜之地再修造城池，于是一座新城便拔地而起，并将此地命为奉天。东陵、北陵2穴分别是龙生穴、云龙穴，
这2处王穴可镇大清江山国运，要不是最后阴盛阳衰，大清王朝也不会最后落个悲惨下场。而我父母所埋这地方坐落在龙背，称之为奇龙穴。沈阳龙姓，生性属水，柳树属阴，但是由于龙脉被震的缘故，这穴口的位置会有着一层的屏障，也正是因为这个屏障，却能保证我父母不受阳火之苦，直到期满后自有阴差来接。我这听完爷爷的叙述，我感觉我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可是毕竟我们活在当下，这俗世间的事儿还是得解决。包工头锒铛入狱，却并没有赔钱，因为他的钱已经因为赌博都输光了。没办法，我们也只能认命。以前居住的房子也被房东收了回去，生活变得拮据。我和爷爷相依为命，日子久了，走出悲伤的情绪后，我对那个玄之又玄的风水就产生了好奇，每天就缠着爷爷给我讲一段天干地支什么的。为了养我呀，爷爷又一次重新做起风水先生的行当。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因为我是他的后代，所以这方面领悟的也是比较快的。2年的时间里，也见识了一些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也让我更加对这风水产生了兴趣。但是爷爷说这玩意儿了解了解就行，并没什么大用，只有好好学习才是正道。我高2上学那年，爷爷出去干活，我一个人看家。而就在那天，我们家里就来了一位客人。打开门，进来的人五短身材，大鼻头。按照爷爷的说法，这种面相的人祖荫深厚，多为富有之人。可是他偏偏生的嘴唇薄如纸，面颊无肉，一副尖钻刻薄的面相。这男子一进门就客气地说：“哟，小师傅，你爷爷在家吗？我从辽中那边慕名而来呀。是这样啊，我这父亲想要迁坟，我就想让师傅给我点个穴。不好意思先生，我爷爷出去干活了，估计天黑前能回来。”这男子确实很着急，一听爷爷不在，非要我过去给他点穴。看过风水师的人都知道3年寻龙，10年点穴，这点穴可是最难的。我只不过是一个刚刚摸到门槛的人，这哪敢去给人点穴呀？这要万一点错了，那可是大事儿啊。爷爷就常说点高3尺出宰相，点低3尺浪荡光。那说的就是点穴来不得半点马虎，必须得准确无误，不能偏高偏低，偏左偏右而稍有差池，否则就会出人命大事。我就劝他等我爷爷回来再说，可是中年人却好像很着急。他从兜里拿出3000块钱递给我说：“这我也是听人说，你和爷爷也学了很多年吧？我这个穴不太要紧，已经找人都看过了。师傅点穴时临时有事儿跑了，辽中那儿骗子多呀。我在朋友那儿得知你爷爷是这行的大师，这不大老远的过来，你可不能让我白跑一趟啊！只要去辽中给我随便的一点，抽进3000包路费。”这可是3000啊！现在高中生活也不好过，什么补课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爷爷养着我已经很吃力了，这3000块钱可是能让我们爷俩好过很久。我这心里就泛起嘀咕来，眼前这中年人长得就是一副守财奴的样子，他这怎么会这么大方呀？我有些吃不准的又问了一遍：“当真就是随便一点就给3000啊？”“哦，没错，那我还能骗你啊？”
那要不然钱先给你拿着。这中年人说着就把钱塞到我手里。我一咬牙，反正这辽中也不远，没抵挡住这3000块钱的诱惑。可是谁知道因为这份贪心，这次我差点把命给丢了。2年来，我跟爷爷学了一些风水行当里的知识，拿着罗盘和灯芯就跟着男子出了门。看到他停在小区外的奥迪轿车时，我心里还暗暗的窃喜，这自己果真是相对了面相。路上得知他姓刘，今年62岁。仔细观察他子女宫气色鸿运，典型的儿孙发迹的征兆。我在这路上也有点发懵，就刘先生这副祖坟上冒青烟的面相，这怎么可能选择迁坟呢？我就握着爷爷的家伙事儿，心里可是紧张的要命，生怕把这生意搞砸了，毁了爷爷的名声。但他把车靠在团结水库不远处，我这彻底的懵了。这地方我小时候和父母来过，眼前是一大片的大麦地，四目望去全无任何风水宝地的征兆。要知道，按照藏书所讲，气成风散，借水而止，也就是说这是个兄弟。因为水有吉凶之别，而风则为害。这里处在河边上，四通八达，那大风呼呼的刮，根本就算不上一处好穴。要是按照我所见，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处凶地。再者，水库年年都有人淹死呀，你免不了怨气横生，以阴养怨，以怨养湿，那此地甚至有可能发生失阴，轻则子孙衰败，重则断子绝孙，完全与好穴不沾边啊！看到这儿，我就彻底糊涂了。我问刘先生，这就是你所说的宝穴呀？刘先生给我比划下眼前近100米的位置，有点催促道：“小师傅，就是这儿。那你就随便给我点一下。那个风水先生临时有事他来不了了，可是我这迁坟的日期他不等人呢，帮个忙。”我有点摸不到头脑，把自己的简介和对方说了一下，可是人家刘先生认死理儿，就说他那师傅是在上海请来的知名大师，不会错的。其实这让我有点犹豫，爷爷经常教导我，男子汉大丈夫要行得正，走得直，这害人的穴我万万不能点啊。可当我把利害阐明之后，那刘先生非但不死心，他还又给我加了2000块钱。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财迷心窍了，甚至心里还安慰自己，这万一刘先生出去找了别人，那可是全家几代人的性命啊。我尽力的试试吧，万一找到折中的地方，这也能帮人家免除灾祸。就在这种心理安慰下，我让刘先生避开，拿出长明灯点燃，在这水库旁边就开始摸索着。越找我这心里就越凉。团结水库地处平原，水位上涨的话，很容易就被湖水倒灌，那连坟都冲没了，哪儿还什么风水啊？从下午1点我就寻摸到快4点，终于在距离岸边一处土丘的地方停下。藏书里有说，地有吉气，土随而起，形若圆珠。我把那长明灯放在前边，火光却纹丝未动，和风丝毫影响不到这块地方。那蜡烛的火苗不会动，说明此地藏风聚气。虽说这土包的侧面被兔子打了洞了，但是在此立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当我准备告知刘先生穴眼位置时，可是不知何时我爷爷竟然跑了过来。只见他一脸黑线的拉着我就走，边走还边骂那个刘先生缺德，甚至路过他的奥迪车时，爷爷还吐了口口水。他带着我直奔刘家岗子村里，爷爷表情严肃地跟我说：“告诉你啊，
一切等回家了再说。我就像是犯了错的孩子，大气儿都不敢喘。后来发现，爷爷竟然和这村子里的人都很熟，村长竟然主动的让他家的儿子开车给我们送回沈阳。刚进家门，我爷爷还很气愤的捣鼓着：“那个缺德的带冒烟的王八犊子，今儿那时差点害死你。”我可是当即就懵了，把自己的所见所闻阐述了一下。爷爷直骂我学艺不精，竟然还想着给人家点穴。还别说，这真穴竟然被我蒙对了，那个土包就是一处风水宝地，而下面的兔子洞就是穴眼。那我就更不理解了，夫土为气，漏洞就是漏气啊，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好穴啊。我这话呀，又引起爷爷的一记烟袋锅。他就告诉我，书本的东西了解了解就行，可别当真呐。这穴眼在风水学上讲叫做玉兔蟾宫，整个团结水库就是一个大兔子，其后腿位有蟾蜍在追赶，而且因为狡兔三窟这个道理，整个方圆100米遍地都可以作为穴眼。此处是整个辽中县的气眼儿，兔子疯跑，将气运分散到县城，可是一旦立了穴了，锁起这兔子来，那么下方的蟾宫将会和玉兔合并，锁气不外散，那穴主自然就会夺天地之造化，财运亨通。那刘先生之前找过爷爷，不过被爷爷看破了，说出来门道。那凡是懂行的风水师都不会这么干，所以啊，他没办法就来蒙我这个愣头青。我就问爷爷，这如果点了会怎么样呢？他告诉我，轻则双目失明，终身残疾，重则当场毙命。我这听到爷爷这么说，我心里已经将他刘先生的祖宗18代问候个遍了。爷爷后来再也没说什么，不过第二天一早，爷爷突然就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学风水。我这心里边早就憋得难受了，否则也不能会惦记着给人家点穴眼儿。在我满口答应的时候，爷爷突然叹了口气：“哎呀，孙子儿啊，我不想让你学风水，那是有原因的。爷爷这些年啊，在外边给人寻龙点穴，除灾过煞，也造成了一些因果啊，世事无常啊。你可得记住了，风水养人也能杀人，完事儿啊，千万小心。”我信了这句话，从此开始跟着爷爷学风水。在风水界有句话，10个堪舆9个贫，不贫之人定骗混。就是说，这只要是风水师就没几个不穷的，那些不穷的风水师不是骗子，就是走上盗墓犯罪的道路。就比如关外第一盗墓贼姚玉忠。既然风水先生这么厉害，那怎么不先给自个儿看看，让自己发财，让自己成为首富呢？还需要给别人看风水养家吗？其实啊，这是一个很实际，也是让大众比较疑惑的问题。大多数的风水师都不知道怎么去回答这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因为风水不是万能的。就像风水师傅说的，给你改一改风水，你就一飞冲天，超脱凡人，这根本就不可能。如果哪个风水师是这么说的，那他一定是个骗子。这风水的力量很大，但是也是有局限的，它的作用只能锦上添花，帮着你去达成某个美好的愿望，那是帮助，当然并不是提升。就打个通俗的比方，风水就像是生孩子的助产工具，那就是一个助产的作用，能保证你顺利的生下这孩子，尽量减少对孩子的各种危害条件，
但是那并不能决定这是个男孩还是女孩。你看我爷爷这么厉害的风水师，也无法阻止父母遇到意外。由此可见啊，这风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神奇。伴随着我考上大学，大学那高昂的学费就成了我爷爷的心头大山。爷爷为了给我赚学费，每天一早就去火车站摆摊算命。在东北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一刻，我爷爷笑的是一晚上没合上嘴，甚至晚上睡觉都是抱着我的通知书睡的。第二天，我傻乎乎地问爷爷：“家里有钱吗？”爷爷让我别操心，说啊，这钱他来搞定。就这样，假期期间，我去了大东区那边刷盘子打工。爷爷那阵儿就非常的忙，经常出远门看风水，有时候一连几天都不回家，我索性也就留在饭店的宿舍里居住。1个月以后，开学前夕，我回到家里，刚进门我就傻了。只见爷爷躺在床上，手脚长着大块的蛇斑疮，整个人瘦得皮包骨。爷爷问：“是不是孙子回来了？”我这才知道爷爷竟然瞎了。可爷爷这身体号称是全小区最棒的老头，有时候出远门爬山定风水，哪一项不是对身体的考验啊？这好端端的，怎么就成了这样呢？我扑在爷爷的床前，哭着问他这怎么回事啊？他只是连连的叹气，说自己没用，他没能给我凑出上大学的钱，又让我把房子卖了上学。我当即就逼着爷爷说，我说自己不念了，必须得把这事儿说清楚。爷爷就说呀，他把那个玉兔蟾宫穴给点了。那我也是着急上火，语气重了点儿，说爷爷你是不是疯了呀？当时给我讲的明明白白的，可是他怎么自个儿去把穴给点了呢？爷爷叹了口气，他告诉我，原来录取通知书下来那天，他找到那个刘先生，并且答应给他点穴。那刘先生一听大喜，立刻拿出1万块钱。但是我爷爷说，1万块钱不够，我孙子大学本科3年以后考研，这所有费用你都得管。那刘先生有点不乐意，可是爷爷说替他点了这个玉兔蟾宫，自个儿会遭报应，活不过3个月，而他刘家就会扶摇直上。刘先生的儿子也是走商途的，爷爷再三保证说，一旦点了这个穴，他儿子定能成为巨富。刘先生当时就动了心了。那你说个数吧。我孙子上大学考研，咋说得30万。你拿钱儿，我就给你点。不信你就找遍东3省，我就直说吧，就不会有人给你点这个穴的。刘先生一咬牙，只要你能让我儿子成为巨商，这钱我出了。爷爷答应之后，2人当天就直奔辽中，择个吉日就点了那个玉兔蟾宫穴。可是当工人们刚结穴，我爷爷居然就在平坦的地面上把脚给崴了，被刘先生送到医院。大夫说啊，双脚骨膜破裂，这辈子再也站不起来了。这也就是说啊，爷爷残废了。刘先生找人给我爷爷送回家，在屋里爷爷就说，你看我这一穴也点了，双腿残废，这就是因果报应。之后啊，我将身体生疮，双目失明，不出3个月我就会去世。你看这钱你也该给我了。刘先生支支吾吾地说，哦，那等灵验了我再给你钱。这刘先生也不傻呀，
随即告诉爷爷，假若真的能暴富，他必然会把30万奉上。留下这句话，他就离开了。转眼半个月就过去了，爷爷的身子是一天不如一天，瘫痪在床，靠着邻里的救济。紧接着身体就开始长蛇斑疮，每天都在疼痛中度过。折腾了半个月，眼睛也瞎了。经过打听，那刘先生的大儿子接到一个大订单，跟某个集团搭上关系。仅仅半个月的时间，这血眼的作用就显现出来。爷爷就让邻居去找刘先生要钱，可是对方选择避而不见，甚至给的那地址都是假的。就这样，那爷爷不单是没捞到钱，还把自己这命给折腾没了。那天地灵穴是不能随便点的，可是现在后悔也没办法了。我这心里就跟打翻了5味瓶一样。爷爷为了我竟然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可要是这样，我上这学还有什么用呢？以爷爷的命换取我的前途，那这前途我不要也罢。一想到爷爷就还有3个月的寿命，我哭着问爷爷，难道真的就让那姓刘的白捡便宜了吗？哎呀，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我双腿都瘸了，实在是动不了了。我像是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追问该怎么做。父母死后，那爷爷就是我唯一的亲人，豁出命去，我也不能让爷爷有事儿。孙子儿，你拿着我的青囊，里边有一把桐木宝剑，到了夜里，你用那桐木剑杀了血眼里的金银蛇，我这蛇斑疮就能好，并将那兔子的眼睛剜下来，丢给芦苇荡里的蛤蟆吃了。这样不出3天，我就能恢复健康。爷爷又交代下具体的做法，虽说听起来挺不可思议的，可我还是按照爷爷的话办了。带着家伙事儿，我去了西站，买了辽中的车票，在爷爷的朋友家里一直待到午夜子时。在村子里没有灯，夜路非常的难走，好在这天的月光很亮，好不容易来到刘家的祖坟，想着这双蛇缠兔，心里边难免有些胆怯。但是一想到瘫在床上的爷爷，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壮着胆子就按照爷爷所说的找到那1尺宽度的洞口。可是当我拿着红蜡烛将烛光一凑近，那坑中竟然有着2蛇1兔。我深知爷爷所说的因果报应，眼前这2条蛇分明已经有了灵性。可是没办法，我要是不这么做，爷爷会死。对不起了，我也不想这么做，要怪就怪那个刘先生吧。说完这句话，我一剑劈死银蛇，又把白兔拎出来，跟这兔子对视时，我发现其双目红亮、纯净、清澈，就像是一对闪光的红玛瑙。兔子在不停地落泪，不知为何我也哭了。万物皆有灵性，这自古以来人是万灵之灵，也是万物凶灵。我闭上眼，下定决心之后，用手中的梧桐剑剜其双目，又用红布将2枚玛瑙包好。而让我惊奇的是，这兔子竟然没出血。按照爷爷的说法，我就把兔子给放了。转瞬间，白兔消失在树林中，边跑边还发出呜呜的哭声。我对着兔子消失的方向鞠了个躬，今儿自己这举动算是破了这一带的风水了。按照爷爷的话说，宝穴破则地脉断，以后肯定会引起大事儿发生。
就以这个玉兔禅宫来说，未来20年，这里不会再出什么人才了，10年之内也会有大的灾祸。这不果然，2013年团结水库一夜之间鱼尸满天，水位下降导致死了10几万的鱼，这就与破了风水之道不谋而合。书归正传啊，我拿着2枚晶莹剔透的红玛瑙来到芦苇荡，一直在水中浸泡到凌晨2点多，水间传出蛤蟆的叫声。缓缓地拨开芦苇荡，只见这水面上漂浮着一只至少1米大小的金蛤蟆。这蛤蟆四周不断有鱼游过，那大蛤蟆一张口那就是一条鱼，而且就好像它吃不饱一样，只要它张口，就会有5颜6色的鱼类进入其口中。见过刚刚的诡异，我心里的承受能力也是直线上升。我就悄悄地凑过去，把手里的红玛瑙一丢，那蛤蟆一口吞下，连续丢了2个之后，那天边上竟然隐隐地传出了一声鸡叫，而蛤蟆就好像碰到什么害怕的东西，转瞬钻到水底。我环顾四周，这距离太阳升起还有好一阵子啊，而且周围也没有养鸡户呀，这鸡叫之声显得尤其突兀。收好行囊，我回到村子，爷爷那朋友倘若他要知道我破了他们的龙脉，这会作何感想呢？在人家里吃了点东西，第2天一早我又回到沈阳。到了家，看到爷爷还瘫痪在床，我紧张地问他怎么样啊？为什么还没好呀？爷爷就问我杀了金银蛇没有？我说杀了，连同兔子眼也喂给蛤蟆了，但是那兔子放了之后就不见了。爷爷说那他的身体很快就能恢复了。果然当天中午爷爷的蛇盘疮就好了，第2天眼睛也好了，3天之后竟然都能下地了。我就劝爷爷去医院做个检查吧。他说没事儿，这种病大夫看不了。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跟爷爷讲了一遍，他叹了口气，那2条蛇是被我伪造的龙气引出来的，目的就是锁住气脉。得，现在全崩了，以后那儿几10年都发展不起来。哎呦，这是我的错呀。听到爷爷的话，我也是非常自责，就追问爷爷难道没有什么折中的办法吗？爷爷说不是没有，如果成运够好，那兔子自然就能恢复。这寓意就是说借助周边城市的气运。听到这儿我心里才好受点。后来我又听爷爷提到蛤蟆，说它是水里的精怪，吞满5行气后便会回到刘家祖坟休息。兔子被蛇缠住，血就成了蛤蟆的窝，每天蛤蟆都会把5行气灌入到刘家祖坟，这刘家想不发都难。可是因为我破了灵穴，那自然会遭到报应，这报应到底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可能折寿，也可能是别的，但是唯一能转危为安的办法就是积德行善。再说那刘先生他大儿子的生意是蒸蒸日上，谈了好多的大生意，可是他大儿子有一个毛病，就是跟他一样吝啬。结果呢，接了一个大工程后，因为偷工减料，导致了重大事故，死了好几个工人。最后大儿子的家产全部用来赔偿，人也被判刑坐了牢。大儿子刚抓进去没多久，他的小儿子又杀了人，这老刘家转眼就败了个干干净净。见到爷爷身体好了，我心情也非常好，我就宁愿自个儿不上学，也不想爷爷出什么事儿啊。经过这次的事情，我对风水更加的充满好奇和敬畏。
书本上的知识远没有亲眼所见更加的真切。如果不是亲眼所见，那1米多的蛤蟆与红色玛瑙眼睛的兔子，我这想也想不出来呀。2013年，鱼死浮尸已经见证风水的可怕，这也应了那句风水能养人，也能杀人。